中美军事互动全面中断，五角大楼官员受不了了，中国开始分化对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突破性防御网站报道，美国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表示，中国同行甚至拒绝参与工作层面的对话，这引发了人们对误解可能引发冲突的更大担忧。拉特纳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漫长而紧张的历史中，这并不是美军第一次与中国军方的沟通中断，但这是近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次。拉特纳说，中国官员没有接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和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等其他高级官员的电话。现在更严重的是，沟通中断的问题已向下扩展到较低层级的政治和军事交流事务。他说，我们的一些工作层面对话也被暂时关闭了，这是不稳定和危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军队拒绝恢复与美军的互动呢？这里面还真的大有文章。首先，中国对美国军队的非专业表现感到不满，气球事件被刻意政治化，白宫和五角大楼反应过度，编造间谍气球叙事，悍然出动先进战机和导弹击落民用飞艇，这是100%滥用武力，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公约。美军在改善中美关系过程中缺少诚意，在这次气球事件中的表现毫无职业精神。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表达不满。第二，暂停互动将使两国一线官兵的风险增高。此次中美军事交流的中断已从高层向工作层级蔓延，意味着双方在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问题上失去了沟通机制。对于经常在中国家门口活动的美军来说，这场游戏已经变成了比谁的胆子更大。反正中国军队很少去美国那边逛，美国玩窥探和挑衅中国领海基线的事儿就得小心点，毕竟出了事儿，美国人如果救援不及，出了问题就得自己兜着。第三，中断交流之后，美国将很难及时了解和掌握解放军的发展动态和军事策略。五角大楼想与解放军保持交流机制，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想知道解放军的进步有多大，有多快，然后评估中美军事竞争的态势。如果中美军事交流完全中断，美国人想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及时掌握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军事思想，就相当困难了。为此，他们甚至提出要与中国的专业理论人员搞一些中低层级的学术研讨会，以便从侧面了解一些最新的动态。当然，中国军队也需要了解美军的想法，这是双方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沟通方式。但是相比较而言，只要中国军队的发展速度比美军快，双方中断交流后带给美军的影响和焦虑会更大，所以他们现在有些急了。第四，中国军队正在区别对待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近日，中国国防部派团赴欧洲举行机制性对话磋商，代表团甚至还访问了北约总部，看出点味道没有？中国军队发展对外关系时是区别对待美国和北约的，有意分化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毕竟真正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是美军，而非欧洲国家。对于其他北约和欧洲国家而言，与中国军队并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而且他们对遏制和围堵中国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总体而言，中美两军交流的中断虽然对双方都有影响，但是相对而言，表现得更为着急、更感焦虑的是美国，因为在中国周边主动挑事的是美军，一旦造成突发事件，他们可是要承担严重后果的。看明白了美国和北约的心态，中国今后很可能在开展双边军事交往之时，会进一步分化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军队也是需要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工作的，美国怎么难受就怎么来，让五角大楼的高官们感到更焦虑、更没底，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